撬动联邦统治的杠杆。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5集命运前夜上。机动工兵重装施工型是吉翁尼克公司为民用市场开发的一款工程机械。该型机械从外形上可以看出，整个机械的造型与之前的原型机01是十分相似，其上半身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而变化的地方就是将双足机动方式改成了履带机动，以便于在工地或矿区之类的地方进行机动作业。这一改动与联邦军装备的初期型钢坦克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在后背和手臂上安装同样的武器，就是吉翁版钢坦克的存在。不过这一型机动工兵毕竟属于是工程用的机械，所以手腕部分安装的装备是铲斗之类的工程作业工具，而且可以根据作业需要选择不同工具，这与执行不同作战任务选择不同类型武器如出一辙。加上背后有融合炉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使得这款机动工兵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能够支撑起规模庞大的各种基建作业。像联邦军在 UC0077年时在加布罗地区建立地下大型基地时，就有这款机动工兵参与了相关建设任务。由于不像战斗那样操作复杂，基本上有过类似工程机械的驾驶经验，就能花较少的时间适应上手使用进行工程作业。值得一提的是，这架机动工兵有一名驾驶员，正是夏亚·阿兹纳布尔。由于之前怂恿卡尔马扎比发动军校学生偷袭联邦军驻地的行为被上层知晓，所以作为惩罚，夏亚暂时离开了吉翁自治共和国，没有在军校毕业后进入到吉翁军队服役。为了争取驾驶从卡尔马扎比口中提及的秘密装备机动战士，在离开军校的时候，还特意向多兹鲁扎比上校提了个要求，也就是如果再次征召入伍时，希望能成为新型兵器机动战士的驾驶员。然后夏亚就前往了地球进行各种活动，没多久之后来到了加布罗，并且在一家工程公司里任职，其主要职责就是操纵机动工兵进行工程作业。之所以夏亚会来到这里，是为了探查联邦军在加布罗地区地下基地的情况。虽然经常利用空闲休假的时间进行摸索，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比较有用的情报。倒是在赌场遇到了一位名为拉拉辛的少女，这一名少女似乎存在某种能力，利用这一能力成功帮助了跟她一起的赌客赢取了不少的金钱，这让在一旁的夏亚感知到这名少女相当的不简单。于是在离开赌场后，找准了机会与拉拉辛接近，并成功带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公司。不过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惊险万分的事情，有一伙武装势力同样也瞄上了拉拉辛，派遣炮艇袭击了拉拉辛等人搭乘的船只，使得夏亚见状立刻就抱起了拉拉辛，迅速逃离了现场。但是夏亚和拉拉辛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一起跟来的赌客很快被自己的手下反叛杀掉，这名手下已经被武装势力收买。正当他准备带走拉拉辛的时候，结果被夏亚阻止，并且在拉拉辛特殊能力的帮助下，躲过对方的致命攻击后完成了反杀。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突然一声巨大的炮响，出现了一大波武装人员围住了工程公司。这一群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抢走拉拉辛。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夏亚毫无畏惧，带着拉拉辛搭上了机动工兵，一路平推了过去。尽管机动工兵没有武器装备，但夏亚启动以后就向对方背后发起了突袭，利用机动工兵体型巨大的优势进行了碾压，使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成功保护了拉拉辛后顺利逃离了加布罗，之后一同离开地球前往了宇宙。而在另一边的吉翁自治共和国，有关被夏亚惦记的新型机动战士资料，在这个时候流落到了联邦军高层的手中。而这一型机体就是型号为 MS-04 的布谷。从外形上看过去，布谷相较于前一款机体瓦夫的变化并不大，但成熟度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机体在可操作性和机动性方面比瓦夫提升了不少。可以看到，在机体全身布有动力管道，这些动力管道均连接到了流体脉冲系统，这样就能使流体脉冲系统的一部分能量用来驱动肢体做出动作，从而使驾驶员在操纵布谷时的反应变得非常迅速，已经可以做到连续做出各种动作进行作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上不会有明显的延迟，就像是驾驶员在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来驱动机体各个部分，使得10几米高的庞然大物不再有笨重的属性。为了方便驾驶员随时随地出舱执行其他任务，对布谷的驾驶舱舱门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当舱门打开的时候，内置在舱门上的简易升降机就会展开，来方便驾驶员在有重力的环境当中进出。而武装上还新增了几款武器提供选用，其中新增的一把是 MS 专用的机枪，该型武器的特点是射速快、火力强，
足够对大型舰艇造成重大伤害。其他新增的武器还有一款狙击枪，该枪使用光束进行攻击，其威力要比实弹装备强出不少。据称，这把武器是在舰炮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由于技术上的不成熟，此时小型化和功能仍存在比较大的困难，所以还增加了一个融合炉进行功能使用。不过该枪几乎没有见到在布谷上装备，直到下一型机动战士扎古一型才有所装备并投入到实战。另一个就是左手携带的是盾牌装备，其外形与瓦夫使用的有所差别，在防护性能上也有所提升，能够抵挡住自身携带机枪的攻击，但比后来扎古使用的尖盾要差上不少，所以后期的布谷机体也相应改用了尖盾，原来的盾牌装备也就不再手持使用。总而言之，布谷各方面性能都达到了设计的要求，在多次试验场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性能表现，可以说装备部队进行实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过在生产端还是遇到了麻烦，也就是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布谷生产难度较大，并不有利于快速大规模量产，所以吉翁被迫就量产问题选择继续开发下一款机型，仅有少量的布谷机体交付到吉翁军中使用。这其中有一架机体就交到了之前担任01式测试驾驶员兰巴拉尔的手中。相比还处于原型机状态的布谷，他驾驶的布谷在涂装上改成了蓝色，同时也是作为对讲机，在机体头部还多出了一根天线，用来加强通讯性能，指挥其他机体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剩下的则没有什么改动。当时间来到 UC0078年时，兰巴拉尔便收到了一个任务指令，而这个任务就是前往月面都市格拉纳达追击米诺夫斯基博士。虽然米诺夫斯基博士帮助吉翁在研制机动战士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早在1年之前，米诺夫斯基博士的立场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准备脱离吉翁投靠联邦，为此还将布谷的秘密资料提前送到了联邦军戈普大将的手中。紧接着戈普大将便把这些信息也透露给了提姆雷。需要说明的是，提姆雷也是米诺夫斯基博士的弟子，这个时候他与儿子阿姆罗雷一起居住在 Side7之明星上，正在联邦军的秘密设施中进行着与米诺夫斯基博士一样的新型机动战士开发工作，但他开发的机动战士进度较为缓慢，距离实战投入应用仍有较长的距离。本以为米诺夫斯基博士脱离吉翁投靠联邦后会带来更大的帮助，但被兰巴拉尔带领的黑色3连星中途截住了米诺夫斯基博士，迫使米诺夫斯基博士搭乘的车辆偏离了行驶的路线。虽然联邦军在得到求援后迅速派遣了部队前往接应，但联邦军此时装备的机动战士完全不是吉翁的对手。在交战数轮以后，结果全军覆没，直接被吉翁打出了0-12的战绩。而米诺夫斯基博士也在这场战斗中波及，被损毁的联邦军机动战士直接砸中身亡。尽管他的弟子提姆雷也来到了交战的战场，但最终无能为力，被迫选择了撤退。经此一役，联邦内部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研发的机动战士与吉翁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调整了开发方向，将研发重点放在了提姆雷的新型机动战士高达上。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他的儿子阿姆罗雷也在这个时刻接触到了他开发的高达信息，看到的瞬间就勾起了兴趣，然后拿起提姆雷的资料投入到了高达的研究当中，影响数十亿人的命运进程就此开始启动。